今天是2020年11月14号，那么今天呢是周末。今天这个周末呢，在星期六呢，在美国华府，也就是 DC 华盛顿首都，那么举行了大规模的几十万人的游行。这个游行呢，都是在声援川普总统。这个游行就是要求美国大选的公平。这个游行是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很多人提前开车，甚至有的1天2天就到达了华盛顿 DC。那么网上有关今天这个游行的这个内容呢，有非常的多。那么今天这个游行完全是声援川普总统，要求美国大选公平，要求每一个选民合法的选票可以记录，要求美国政府拿出一个坚决的决心，能够排除华盛顿的沼泽，能够打击那些腐败，能够消除所有在大选里面造成的舞弊事件，能够还美国人民一个公平的选举，能够让美国人民选民他们的意愿得到他们自己真实的表达。这是本次游行里面所表达的一个重要的主题。那么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几十万的民众都涌到了华盛顿地区，可以讲人山人海，支持川普总统的各种旗帜迎风招展，整个现场气势磅礴。那么对于游行示威这个内容呢，这个谷歌公司就是 YouTube 呢是不允许报道，不允许谈论支持川普总统游行集会的这个事件的。大家记不记得，在上一个礼拜，我有一天是突然加做了一期节目，也就是号召大家全美50个州都在举行游行，都在举行支持川普总统，希望大家有条件的朋友都去参加。我做的那期节目呢，就被 YouTube 公司警告了，除了黄标之外，这些内容是属于禁止发表的内容。所以说呢，今天呢，这个游行示威的内容同样呢，肯定是受到的黄标，而且呢，是肯定不允许发表。但是你 YouTube 公司你不允许发表，我就不发表了吗？我就不讲了吗？主流媒体全部已经被民主党的左派控制，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在抹黑川普总统，所有的主流媒体都没有去表达人民真实的想法。那么我们这些自媒体也跟着主流媒体转吗？我们难道不能坚守一点自己的立场吗？你黄标就黄标啊，你对我警告就警告啊。但是对华府现场支持川普总统的这个游行，我们仍然要报道，我们仍然要告诉广大观众，有那么多人在支持川普总统。很多人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川普总统失道已经是寡助，寡助吗？7000多万美国人民用自己真实的心愿投出的选票，你觉得是寡助吗？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投票行动，美国历史上最多的选民来投选，那么7000多万人已经选择投选了川普总统，你觉得这7000多万人不代表美国的民意吗？只不过你看到拜登现在暂时领先哇，那么这个暂时领先他的这个业绩从哪里来的呢？网上已经有太多的报道，这些作弊都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民主党的几个大佬。现在有一个作弊软件，这个作弊软件是可以在后台修改数据的，同时被查出来的这种动不动就把6000票本来投选川普的全部改到拜登的这个名下，这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州、佐治亚州，在好几个州都已经发现了。那么在这些作弊事件不断曝光的情况下，你难道还在那否认说本次大选没有任何舞弊吗？这个软件实际上就是民主党几个大佬他们本人参与的公司，这个软件的制造方最终是中国制造，而跟中国有关联的这家公司，讲起来这个公司注册在美国，实际上这个公司里面绝大部分都是美国民主党的大佬在里面占的极大的股份。最典型修改数据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软件，它这个公司里面占有60%股份的这个人叫范恩斯坦。范恩斯坦是什么人？范恩斯坦是加州的参议员，是担任过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的一个老太太，是民主党资深的参议员。这个参议员可以讲从江泽民时代跟江泽民就打得火热，跟中共从江泽民之后的几代领导人他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密切的联系完全是利益勾兑，也就这么彼此之间把自己国家利益输送给对方，然后呢损坏了美国人民的利益，损坏了美国国家的利益。这个范恩斯坦他担任参议员几十年，尤其是担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显然他是利用他自己的公权力为他自己谋取了极大的私利。他个人的驾驶员是被美国 FBI 抓捕的，这个驾驶员已经完全证明是中共的间谍，而这个间谍居然给他开车开了20年，也就是范恩斯坦他使用了20年的驾驶员居然是中共的间谍。
这件事中共间谍被抓了以后，但范恩斯坦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这就说美国的腐败嘛。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腐败，当他们发现高官有腐败、有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之后，他们是官官相护的嘛。因为范恩斯坦在这个公司里面占有60%的股份，其次就是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你别看 Nancy Pelosi 他口口声声谴责中国 ，Nancy 从年轻的时候指责中国，在64时候勇敢地帮助中国人民，他的这一份支持中国人民的感情，我是始终支持的。但是 Nancy 他后来跟中共有太多的勾兑。他个人在中共和他们勾结利益的公司里面占有很多股份，谋取很多私利，所以造成美国这次大规模修改各种选票数据的这个软件，这个软件就是范恩斯坦和佩洛西他们本人都持有股份的一个跟中国合作的公司制造的。这个软件已经分发到美国基本上全美的各州，在美国已经查出来的至少有30个州，基本上这30个州全部选用了这种软件。那么你说这个软件里面已经造成的舞弊事件究竟有多少？怎么样才能把它完全查清楚？现在呢，这对于美国来讲是考验的美国的司法，也考验的美国人民的良知。那么这个软件之所以在美国能够大行其道，除了民主党几个大佬他们不断地向民主党所管辖的各个州府去推荐使用之外，他们个人重保私囊之外，最重要是什么？他们想通过这个软件去修改数据以后，造成今年美国的大选，最终导致川普总统落选，拜登能够当选。他们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所以目前来讲，这种腐败犯罪的行为已经被川普总统的律师团队已经完全查得清清楚楚。有一个支持川普总统的大律师，这个大律师非常有名，叫伍德。伍德是美国顶尖的大律师，他曾经把 CNN 告上法庭，就是为了维护美国一个中学生的权益。那么最终在这个诽谤官司中，他为这个美国的普通中学生赢得了2亿多美元的精神赔偿。也就是伍德大律师他的水平相当高。川普总统呢，在前几天发过一个推文，这个推文上就说，民主党利用大规模的舞弊软件，通过软件去作假，通过软件去修改数据以后，窃取本次大选选举的结果。那么这种犯罪行为一定要得到追究的。在川普总统这个推文之后，伍德大律师呢连跟了几条推，在这个推特里面，他明确指出，本轮大选里面所暴露的各种腐败和犯罪的证据，尤其是民主党高层他们试图操纵这个腐败，改变美国人民选举的意愿的这种行为，必将要导致民主党几个大佬都要被送进监狱。其中他点名点了克林顿，点了希拉里，点了奥巴马。也就是说，伍德大律师认为这几个人最终都应当到监狱里面去。你要知道，伍德大律师是全国顶尖的大律师啊，这种律师讲话没有根据，不会乱讲的。一个律师如果随便乱讲，尤其他是对前任国家最高领导人，你看克林顿也是总统啊，奥巴马也是总统啊，他对前任退任总统如果敢指责他们，然后要说把他们送到监狱里面，如果这种话没有根据的话，对方如果告他诽谤的话，那伍德大律师扛得住吗？可以这样讲，伍德律师是绝对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才会讲这样的话。所以说，你相信本轮美国大选绝没有那么简单，整个大选的结果还没有出来，那种现在幸灾乐祸说是拜登马上就已经要到白宫，并且现在就在庆贺大开香槟的这些人，你高兴得太早了。拜登高兴的也很早，拜登现在已经组建了他现在马上要接管白宫的所有的接管队伍，他自己发表声明说，在感恩节之前他会任命所有的下一届政府里面的高官，也就是很多人现在已经拜登开始跟他们封官许愿啊。那么拜登的封官许愿里面现在漏了黑名贵啊，所以黑名贵有一个女的，她现在就公开站出来发表电视讲话，就告诉拜登，你怎么赢的？如果你要当总统，你有没有想过是我们做的贡献啊？全美国那么多州是谁帮你去砸的？谁帮你去打的？谁帮你喊的黑名贵，打的安提法的旗号，然后打砸抢烧以后，最终让民主党占到了那么多地盘，我们为你们的竞选拉了那么多票，现在你当总统了，你准备怎么回报啊？也就是美国这个黑人女子，她公开的已经跟拜登叫嚣，要享受胜利成果，当总统不是你一个人享受的，你要考虑到我们为你做的贡献。这就是美国黑名贵里面这些领导人公开跳出来告诉拜登，我们为你做了贡献，你看看现在是不是应该享受点胜利成果了？所以说拜登他今天落到就是这个结局，他自己以为当选了，而且他的这些部下为他卖命的这些黑名贵现在要跟他分享胜利成果。问题这个胜利有没有啊？这个果子在哪啊？这不要是空中楼阁啊！拜登你别太高兴，目前来讲还有6个州统计结果没有出来，这6个州最终是一个什么结果并不能确定，你拜登肯定当选。而且这6个州如果有大规模的舞弊，很可能这6个州最终他们所有的选举最高法院大法官无法认定
因为很多选举的舞弊里面的证据已经被你们毁坏。那么在被毁坏的情况下，现在的这个选举成果能不能够成立？对这6个州里面其中的1到2个州，甚至是大部分州，它里面的选举成果，最高法院大法官最终还能不能认定这个选举是公平有效？如果一旦认为不能公平有效，这几个州它的选举作废的话，那显然就会导致拜登和川普总统他们2人都达不到270人的选举人票。都达不到，那就进入第2个程序进入美国制宪的第2个众议院选举程序进入众议院选举程序，也就是每州1票。每州1票选举，川普总统肯定胜出了。川普总统现在已经领先，绝对是1半以上，已经有30个州左右是支持川普总统的。也就是1州1票的话，毫无疑问来讲，川普总统肯定当选。因为拜登他虽然票数多，因为拜登是占据了几个人口大城市，比方说纽约州，比方说加州，因为纽约州和加州他们的总人口非常非常的大，他们这个选民也非常非常的多。如果你从选票的总的数量上来讲，可能拜登是领先于川普总统，但是在各个州里面，川普总统就有优势了，也就是全美50个州，绝大部分的州，至少是30多个州是支持川普总统的，因此1州1票肯定是川普总统当选，所以这种局面完全有可能发生。因此，川普总统可以讲他是胸有成竹的。川普总统为什么在这2天他做出要打击中共的这个决定啊？因为川普总统就发布了紧急状态法，这个紧急状态法就直接限制打击美国任何一个公民向中国带有军方色彩的、跟军方有关联的公司对他进行投资。这个被打击的公司基本上都是中国的大公司什么华为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海康卫视就是所有中国在海外上市的各个大公司。这些公司，美国人任何一个美国人你都不能购买里面的股票。这样的话呢，就让华尔街让硅谷科技界的大佬们又跳起来了。因为这些人绝大部分跟中国公司都有关系，而中国的官司绝大部分里面都有军方的色彩，所以川普总统打击中国军方色彩的公司，实际上又是动了美国华尔街和科技精英界里面这些精英们的蛋糕。那么川普总统他为什么这时候要打击中国？因为他知道整个大选里面所有的不公平和后面一只无形操纵的黑手就是来自于中共，是中共要破坏掉川普总统的大选，中共要捣毁川普总统的连任。因此，川普总统他现在毫不客气对中国进行这个沉重的打击。他宣布的这个紧急状态，不是我们中国人理解的。中国人认为紧急状态，共产党动不动喊到紧急状态，就是把所有人关在家里面，然后城市戒严，军队站在路口，然后哪个老百姓出来，如果没有得到戒严指挥部的命令，就直接开枪射死的。美国的紧急状态不是这样的紧急状态。美国的紧急状态是赋予总统在紧急状态下认为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可以发布一个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就是针对中国所有的军方色彩的公司，美国人不可以投资，也就是坚决打击中国军方对美国渗透的势力。这是川普总统要做的这件事。川普总统之所以做这件事，就是为他第2个任期展开一个铺垫。因为川普总统是绝对胸有成竹的，他知道后面该怎么去做。当川普总统这个命令下达的时候呢，中共就跳起来了。所以汪文斌在新闻发布会上面，他现在首先赶紧道贺拜登，他道贺拜登就是恶心川普，就是告诉川普，你看我们已经祝贺拜登，我们马上跟拜登合作，拜登跟我们合作不要合作的太好，拜登家族所有的腐败证据都握在我们手上，我们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所以说拜登当选以后，你川普就一边凉快去，这是汪文斌去恶心川普的话。那么胡锡进呢？胡锡进发表的文章就说，所有中国外交部现在道贺拜登，现在支持拜登，贬低川普，这都是蓬佩奥惹的祸。蓬佩奥惹什么祸？原来是蓬佩奥在前2天说过要推翻中共的防火墙。Give me your thoughts on that. Maybe we should take down the Great Firewall and aspire for that in the same fashion that we wanted the Berlin Wall to come down. Yeah. In the end, the people of China will ultimately be determinative, just as the people of the Soviet Union were ultimately determinative of the course of history inside of that country. And so it's our fundamental effort to work to make sure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access to information, data, all the things that they will need to see so that they too can share in these very freedoms that we all care so much about. So yes, the analogy of the Cold War is imperfect, and we can talk about the places it's different, but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this innate desire for freedom, for personal autonomy, for human dignity is something that, just as Reagan said, I think rests in the souls of each of us. And for us to have the capacity to permit them to tear down this firewall that has been built around China would enable the people of China to make a much different set of decisions than the one that their current leadership is taking them down the path. Their current leadership is taking them down.
So yeah, separating the people from the party, obviously a big emphasis of Euro. 蓬佩奥讲要推翻中共的防火墙，中共是恼羞成怒啊！结果蓬佩奥不光要推翻你的防火墙啊，蓬佩奥在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候，直接告诉他们，台湾从来没有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蓬佩奥讲的中国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蓬佩奥并没有否定台湾跟中国大陆它这种血脉联系，它指的是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个中国。所以说，蓬佩奥讲这个话，而且蓬佩奥告诉他，从历史上来讲，从里根总统开始就已经确定了台湾从来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朝野两党、参众两院都完全达成这种共识，也就是台湾跟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你中共没什么关系。因此，蓬佩奥讲这个话，直接就告诉中共，美国现在到了考虑台湾国际地位，考虑承认台湾它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的时候了。所以蓬佩奥讲这个话，就是完全所谓踩了中共的红线了吧？中共就跳起来了吧？那么蓬佩奥为什么要讲这话？你觉得一个国务卿随便会讲这个话吗？我告诉你啊，蓬佩奥讲的话就说美国现在已经有部署。所谓美国的部署，也就是川普总统会在他第一个任期结束之前，他把某些事情会把它做成一个死局。因为现在川普总统他是否能够得到连任，还需要等待美国最后这6个战场州，这战场州的统计结果出来以后，尤其是对本次大选舞弊的事件，最高法院调查以后，由最高法院大法官根据本轮的这个选情，最终做出决定，由法律做出决定，由美国宪法给出一个最终确认总统当选的这个程序。也就是这个程序没到来之前，现在我们不能说川普总统肯定连任第2卷。那么川普总统有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呢？当然有这种心理准备。川普是什么人啊？经历了一生的大风大浪，什么没看过啊？所以说，川普总统绝对是做到，万一被作票失败，万一大法官最终就没有认定这些舞弊的事件最终能够成立，万一最终这6个战场摇摆州最终都是拜登领先，川普总统他本人就没有获得连任，那么川普总统对中共要不要清算呢？肯定要打击。怎么打击？就是说，川普总统他会在他第一个任期结束之前，把中国的很多问题把它做成死局，做成死局，也就是为世界人民做贡献，为美国人民做贡献，同时不让你拜登跟中共，你再腐败你也无法翻盘。因为川普总统心里面很清楚，拜登跟中共的勾结，拜登跟中共的利益勾兑，那么中共是完全掌握拜登的。川普总统在竞选中多次讲过，如果拜登上台，美国就变成了中国，中共就通过拜登就控制了美国。所以说，川普总统心里面很清楚，中共是完全可以控制拜登的，要拜登怎么做，拜登就会怎么做。所以说，川普总统他会在他第一个任期把中国的问题做成死局，不管川普总统连任不连任，连任就更好，把他自己已经执行的政策延续下去。如果是不能连任，但是做成了死局，你也无法翻盘。所谓死局，我觉得川普总统能够采取的最重大的2项行动，第一项就是针对香港民主法案已经做出的，香港已经取消了它的国际金融地位。那么同时，香港民主法案里面是要求对中国的金融系统给予制裁。那么这个金融系统制裁的时间早就到了，在10月份就到了。所以说，川普总统完全可以宣布，第一个死局就是把人民币踢出美元体系。川普总统如果宣布把人民币踢出美元体系的话，也就是全球所有美元结算的银行不可以接受人民币，跟人民币要立即脱钩，所有跟人民币有往来的银行要立即脱钩。然后呢，任何人民币它无法兑换美元，也就是无论人民币还是港币，最终是跟美元完全脱钩的。在人民币和港币都不能兑换美元的情况下，中共的经济就完全是崩溃。全世界所有的企业，你任何跟中国做生意的企业，你都无法在你自己美元的银行里面结算到美元，因为人民币无法兑换美元嘛。你跟中共做生意，你拿不到钱嘛。在拿不到钱的情况下，你觉得全世界还有哪一个企业会跟中共做生意呢？所以我讲的这是第一个死局，就是人民币一旦被踢出美元体系，已经完全脱钩以后，银行系统已经改过来，把人民币踢出去以后，如果想再恢复，那是没可能，很难恢复。因为踢出去以后，所有的银行系统已经经过他们的验算，经过他们自己跟人民币里面所有过去脱钩的那些方案，把它做好以后，然后这时候已经进入一个正常的循环。说是过了几天，拜登宣布人民币再重新进美元体系，没有那么简单。如果再进来的话，会导致前面所做的所有事情都前功尽弃。所以说，我认为这个第一个是可以做成死局的，而且是对中共是粉碎性的致命打击，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死局是什么？第二个死局最简单了，更简单了，就是蓬佩奥讲，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既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美台就可以建交。美台现在建交的话，就是给中共做成的第二个死局，也就是美国完全现在可以跟台湾立即就宣布建立外交关系。
美国跟台湾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以后，台湾是立即提升它的国际地位，台湾立即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台湾立即在美国的这个支持下，它可以昂首阔步地走入世界上各个国际组织。那么台湾它的国际地位大大的提高，也完全是满足台湾2300万人民的心愿，同时也是美国人民和台湾加强紧密保护。而且这个建交公布之后，一定是美军进驻台湾的前沿岛屿，也就是以后中共你要想打台湾，你先越过美军的防线。在美军已经驻防台湾的各个前沿岛屿之后，哪有共军还可以武统台湾这么一说呢？也就是美国如果美台建交，一下子就粉碎了中共企图趁着美国现政危机，趁着拜登当政，拜登可以装聋作哑，不管中共对台湾是什么态度的情况下，中共想武力统一台湾，这个梦想就完全让他泡汤了。美台一旦建交，中共就彻底被晾到一边去了，中共没有任何办法阻止。那么美台建交这么重大的事情，你觉得算死局吗？我告诉你啊，一定是死局。因为你觉得拜登他可不可能在他如果是他当选，他执政的时候，他在宣布跟台湾再断交啊？没有这个可能啊，只可能是中共他恼羞成怒跟美国断交啊，因为你跟台湾建交了啊，所以川普总统完全可以达到跟台湾建交，然后粉碎中共企图武统台湾，彻底断掉中共这个念想。当美国跟台湾建交以后，当美军驻扎在台湾前沿岛屿之后，中国还往哪里去武力统一呢？但是关键在操作这件事上面要看蔡英文了，因为蔡英文在本人表现里面是太差了，蔡英文来不及去道贺拜登，让川普心里面是非常的不痛快。而且蔡英文有没有这样的担当呢？很可能美国希望建交，蔡英文现在会等一等看一看啊，他认为拜登要上台啊，他是想跟拜登合作的啊。如果他想跟拜登合作，显然美台建交这件事是办不成的。那么办不成，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你就等着拜登上台以后，然后中共把台湾武力统一了，这是100%的。蔡英文可以讲，在本人拜登所谓被媒体宣布当选，蔡英文的表现太差了。蔡英文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国际领导人。蔡英文一天也没成为过国际领导人，他不具备这个胸襟，也不具备这个胸怀，他更看不清台湾的前途。他如果把他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民主党头上，寄托在希拉里，寄托在拜登头上，那么最终台湾人民会葬送在他的手里，因为拜登和希拉里一定会出卖台湾人民的利益。最终中共武力统一台湾的那一天，你们就知道，当台湾造成这个事实的时候，是美国拜登希拉里的默许，而美国的这种默许是来自于蔡英文选择了拜登，而中共最终在拜登执政的情况下，完全可能武力统一台湾。这是蔡英文他自己错打的算盘。而他如果是坚定的支持川普总统，他跟川普总统能达到在川普总统在任的时候能跟台湾建交的情况下，那毫无疑问来讲，台湾就彻底解放了。所以说速去速从，大家可以分析的，我认为蔡英文是走出了非常严重错误的一步。但是呢，美国现在在挽救他，也就是说，川普总统我认为完全有可能在他本人第1轮的任期就宣布跟台湾建交。如果是走出这一步，那么台湾人民就彻底解放了。所以说，我们很期待的，川普总统把台湾做成死局，因为台湾做成死局以后，拜登就再也没有跟中共勾兑的砝码了。台湾一旦已经跟美国建交，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的时候，中共跟你拜登勾兑已经构不成国际战略上面的共同利益了。所以说那时候中共会非常失望，因为最重大的一块利益已经损失了。即使是跟美国跟拜登所谓的勾结，中共已经不在乎了，因为拜登家属和整个民主党大佬他们所谓的腐败，中共都控制得非常清楚啊。中共利用你们的腐败，想叫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问题是想叫你拜登让你民主党的大佬宣布跟台湾再断交，你觉得拜登做得到吗？美国朝野社会会同意拜登现在宣布刚刚建交的这个台湾，我们再跟他断交吗？可能吗？所以说，当川普总统如果做出这一步之后，中共离他的死亡就很快就到了。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